朴善洪在墨西哥见过姜秉辰，这无疑是个让苏无忌极为振奋的答案。不过那位判出禁锢黑渊的第一神尉也曾经说过，姜秉辰几年前被带到了墨西哥。而在苏无忌放出了德国女友亨德里希的消息之后，朴善洪的求生欲望空前强烈了起来，随之彻底展现了他的价值。他甚至说出了见到姜秉辰的城市——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这是一座有着墨西哥硅谷之称的城市，不过这些年来犯罪率逐年上升，直逼边境城市蒂华纳和华雷斯。现在摆在苏无忌面前的路已经非常简单了，要么回国找出针对夏洪镇和自己的幕后黑手，要么前往墨西哥寻找姜秉辰的消息。这个选择太简单了，自己和老夏的安全都可以往后放一放，找到姜秉辰和其他失踪人员最重要。纵使纷乱如麻，千头万绪，但只要迈出第一步，就能够把线索慢慢理出来。得到了小庞的电话之后，苏无忌火速来到了朴善洪的病房里。他盯着对方说道：知道你见过那位华夏将军的人还有谁？朴善洪说道：除了那毒枭身边的2个保镖，就没有其他人。不过那2人后来都死于枪战之中。这个问题极为关键。其实苏无忌是希望还有其他人知道朴善洪见过姜秉辰，这样禁锢黑渊得知朴善洪被俘虏，就会开始对姜秉辰和其他失踪人员进行转移，而一旦转移了，就会留下蛛丝马迹，那些隐藏极深的线索也都会慢慢浮出水面。苏无忌递给朴善洪一张纸，上面写着的是一处位于德国慕尼黑莱赫尔区的住址。朴善洪展开看了看，深吸了一口气，把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刻在心里，说道：我想装上假肢，然后去看望他们。苏无忌面无表情，声音淡淡：你应该知道我还想听些什么。朴善洪说道：我当时在给一个毒枭当保镖，那毒枭有一栋面积不小的实验楼，一共5层高。我在那栋楼里见到过那位华夏将军。苏无忌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个实验楼，是在进行人体改造项目，毕竟这是猩红神殿最擅长的事情。一想到这一点，他的心脏便是本能的一紧，生怕姜秉辰也被这样对待。那里的实验室都是研究毒品的。朴善洪说道：当时那位华夏将军就住在顶层的一个房间里，他只能在房间和门口走廊处活动，不能下楼，更无法跳楼逃跑。他房间的阳台全部都被钢筋焊死。在苏无忌听到过的所有关于姜秉辰消息里，这是最真切、最贴近现实的一次。他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说道：你形容一下他的长相。朴善洪回想了一下，他是那种一眼看到就忘不掉的长相，个头挺高1.8米多，眉毛很浓，像是利剑，鼻梁很高，即便是面无表情的时候，看起来也是极有压迫力。苏无忌的眼睛里已经是波澜四起，又问道：他的身体怎么样？这些特别具体的情况我不太了解。朴善洪说道：我只是见过他2次，并没有能和他聊天，只是听那毒枭的其他贴身保镖聊起过。这个气质不同凡响的男人是一名来自华夏的将军。当时我还觉得很意外，那个毒枭的实力虽然还算不错，可就算给个100个胆子，也不敢扣押华夏的军方高层。那栋楼的具体位置？苏无忌说道。朴善洪说道：在瓜达拉哈拉的城南未托街区。不过
听说在去年那幢楼已经被毒枭之间的冲突毁掉了，我曾经保护过的毒枭也死了。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苏无忌并没有多么失望，问道：冲突之时你在哪里？朴善红说道：我在玻利维亚的一处贫民窟里生活，那儿有个地下兵工厂，专门造枪和手雷，甚至还能卖给政府军。我当时给兵工厂当安保。苏无忌起身往门外走去，在出门之前他停下了脚步，说道：下午会有医生来给你设计假肢，半年之后你应该就可以动身了。朴善红的眼泪再度涌出。谢谢你。苏无忌已经让金明鹤安排好了私人飞机，这飞机先送金明鹤去意大利，然后苏无忌自己买机票前往墨西哥首都，再转到瓜达拉哈拉。之所以没有从南利直接飞墨西哥，因为实在太容易被有心人盯上了。苏无忌已经给邵飞虎和老爸以及堂哥苏战黄都说了此事，对此军方和国安方面自然都全力支持，并且在最高保密程度之下，安排美洲特工无条件配合苏无忌的所有行动。毕竟所有人都认为，在寻找失踪人员一事上，苏无忌就是当之无愧的福将。他这次得到了这么重要的消息，说不定真的能把江秉辰带回来。苏无忌收拾好了行李，便去了这医院的顶楼病房。一进病房门，护工大姐正在给伊莲娜擦洗身上呢，一抹雪白映入眼中，虽然只是看到了身体背面的肌肤而已，但是却已经足够惊艳了。苏无忌一声尖叫，立刻转脸。伊莲娜不禁一阵无语：你看的是我都没叫，你叫什么？不好意思，我其实什么都没看清。苏无忌说道。其实伊莲娜就露了个后背，要是全盛时期有男人敢误闯她的房间，就算是无心之过，也铁定的被废掉。哎呀，都是男女朋友，互相看一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吗？护工大姐把热毛巾递到了苏无忌的面前，热心地说道：要不你来帮他擦一擦身子。苏无忌连连摆手：大姐，你先帮他穿衣服，我们要出发了。好。护工大姐说着，转过身，直接就掀开被子。苏无忌重又转过脸去。伊莲娜此刻任人宰割，毫无反抗能力，心中有点想把这大姐直接扔下楼去。哎呀，你这身体可真白。护工大姐一边帮伊莲娜穿着衣服，一边啧啧赞叹道：这身材实在是太美了，简直是造物主的杰作。这小腹那么平坦，这胸那么……苏无忌咳嗽了几声。伊莲娜，闭嘴，是我。不过月神也是女人，要是苏无忌不在这里的话，她说不定也不会制止大姐，指不定要让她多夸上几句呢。伊莲娜的左腿肌腱撕裂，走路有些不方便，苏无忌已经找来了轮椅。我的工作结束了。护工大姐满面笑容地说道：和你们相处的这几天非常愉快。苏无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沓南离币，塞进了大姐的怀里。大姐见状，顿时眉开眼笑。她随后在苏无忌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这让后者顿时脸热心跳，下意识地往伊莲娜的小肚子处瞄了一眼。然而伊莲娜虽然实力全失，可超强的听力还在，大姐在苏无忌耳边嘀嘀咕咕的声音全部传进了她的耳朵里。她咬着牙刚想发作，忽然想到自己还得扮演一个弱者，于是只能忍气吞声，装作完全没听见。堂堂月神这辈子就没有这么憋屈过。
这特么的叫什么事儿？然而就在他出神的时候，一双有力的手臂已经从他的腋下和腿弯分别穿了过来，然后把那柔美的身体轻轻抱起。伊莲娜看着苏无忌的侧脸，忽然莫名回想起来那天被这青年驮着在海浪里浮浮沉沉的画面。想到这儿，他心中的不爽已经全部烟消云散。苏无忌小心翼翼地把伊莲娜放在了轮椅上，然后推着她走了出去。去欧洲吗？伊莲娜问道。去欧洲。苏无忌说道。送你去必康欧洲中心。他推轮椅的动作非常轻柔，似乎生怕颠到对方。你救了我一次又一次，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伊莲娜鬼使神差地说道。当然，第一次或许不算，那次如果不是伊莲娜主动去当了人质，苏无忌也没有英雄救美的机会。那还不简单，嫁给他呗。又一道的声音在走廊后方响起。伊莲娜不说话了。苏无忌扭头看向金明鹤。你能不能不要乱点鸳鸯谱多少次了？只要随便见到一个女人就要往我的身边塞。这话落在伊莲娜的耳朵里，竟是让她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爽了。自己可不是随便的女人，怎么塞给你，你还不乐意了？金明鹤笑着说道。这不是看你们俊男靓女，实在是比较相配。而且当初你打电话给我联系救护车的时候，那着急的样子，看起来可不是对普通朋友。他一提到救护车，苏无忌便想起来了。他说道。伊莲娜，你那天获救还多亏了这位金家的中老年少爷，是他联系了救护车和医院。伊莲娜抬眼看了看金明鹤，说道。谢谢。金明鹤微笑着说道。不客气，你是无忌的朋友，我帮你就是让他欠我人情。苏无忌，你真不要脸。金明鹤看着月神此刻的虚弱模样，心情极好。他又看了看推着轮椅的苏无忌，忽然觉得接下来飞往欧洲的旅途中应该有趣极了。这位 S 级调查官自己也没意识到，他每次在遇到苏无忌的时候都能莫名其妙地冒出一些玩心来。金明鹤走到一边打了个电话，低声布置了一个让管家莫名其妙的命令。把飞机上所有的空姐都换掉，从飞行员到空乘全部都要男人。苏无忌把伊莲娜推上了飞机，随后又把她抱起来，小心地放在了座位上。他还拿了个毯子轻轻盖住了伊莲娜的腿，随后坐在了她的身边。啧啧，真是贴心。金明鹤坐在过道旁的单人沙发上，把苏无忌的一系列动作尽收眼底，始终面带微笑，刻意插下一根柳条。或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万千柳枝随风轻摇的风景呢。这种不知后果的随意布局，是金明鹤这半生的最大爱好。苏无忌没好气地回应：你要不是长了这张嘴，说不定也能早点告别单身生活。金明鹤笑道：你还是早点让旁边的姑娘摆脱单身吧。伊莲娜抿了抿嘴，干脆闭上了眼睛。她本来就非常虚弱，没几分钟便沉沉睡去。上了金家的私人飞机，苏无忌本想好好评判一下南离财阀们的审美水平，可没想到这飞机上的空乘和飞行员居然全部都是男的。怎么连一个空姐都没有？他小声问道。金明鹤说道：对啊，知道你要撩妹，我提前把所有漂亮空姐都给藏起来了。苏无忌，你丫的可真不地道，不够朋友。金明鹤笑眯眯地说道：我这是为了腾出空间，方便更好地撮合你和伊莲娜。
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还是闭上嘴吧。然而，飞了3个小时过后，伊莲娜睁开了眼睛。她抿了抿嘴，好像有些犹豫和纠结。5分钟后，伊莲娜揉了揉小腹，像是下了决心，伸手轻轻戳了戳苏无忌的胳膊。金明鹤闭着眼睛，似乎对这边的情况毫无所觉。怎么了？苏无忌睁开眼睛，直接问道。伊莲娜指了指后方，又指了指自己的肚子。苏无忌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顺口说道：想拉了。不是。伊莲娜有点想掐死这家伙了，咬牙切齿的小声说道：想去卫生间。苏无忌瞅了瞅他的小肚子。啊，喝水喝多了，你稍等，我找个空姐带你去。随后他才反应过来，这破飞机上没有空姐。你用轮椅推我进去，我自己可以解决问题的。伊莲娜说道。这么近还用什么轮椅？我抱你去。苏无忌说着，直接不由分说的把伊莲娜抱了起来，走向机舱尾部的卫生间。金明鹤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随即又闭上了。这一路15、16个小时，得去几趟卫生间，这抱着来来回回那么多次，能不产生点感情吗？他在心中笑着。如果把月神推到苏无忌的怀里，让他爱上这家伙，然后又发现对方居然有那么多的女朋友，开始无限的争风吃醋，苏无忌的后宫开始变得腥风血雨。金明鹤想想都感觉到暗爽不已。自己还没布置过这种修罗局呢，真是全新的体验啊。这私人飞机的卫生间就是豪华呀，比航班的头等舱都不知道强出多少了。苏无忌把伊莲娜抱进了卫生间之后，忍不住地感慨道：这浴缸真够大啊，感觉都足够俩人一起泡澡了。听着苏无忌的话，伊莲娜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超大的按摩浴缸，脑子一下乱了。她好不容易才把乱七八糟的思绪收了回来，说道：你把我放下就可以出去了。哼。苏无忌直接把伊莲娜放在了马桶圈上，拍了拍手：你慢慢解决，我先出去了哈，好了叫我。就在他快要关门的时候，伊莲娜忽然说道：等等一等。那本来苍白的面容，此刻竟是难得的带上了一层淡淡的浅粉色。苏无忌，呵呵。伊莲娜尝试了2下，自己的重伤未愈，吃了几天流食，太虚弱了，单脚竟然撑不起身体来。你扶我起来。他说道。不是刚坐下吗？苏无忌大大咧咧地问道。不尿了。我这。伊莲娜指了指自己的裤子。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苏无忌走回去把伊莲娜扶起来，问道：是你自己脱还是我帮你？不用你吧。伊莲娜说道。你转过头。好，你放心。苏无忌把脸一扭，正好看到了一面镜子。他随即闭上了眼睛，根本没看。华夏男人都是正人君子。好了，扶我坐下吧。伊莲娜的声音似乎显得没太有什么底气。哼。苏无忌闭着眼，把伊莲娜慢慢放下来，然后快步走了出去。伊莲娜看着关上的门，双手扶住了额头，在心中无奈地自言自语：没根啊没根，这叫什么破煞。1分钟之后，他说道：我好了，你进来。苏无忌这才开门，背对着伊莲娜倒退着走进来。伊莲娜见状不禁摇了摇头，有点想砍死对方，也想砍死自己。来，我扶你起来。苏无忌闭着眼睛摸索了一下，随后一只手扶住伊莲娜的左手，另外一只手搂着她的腰，说道：
嘿，亲啊！伊莲娜便站了起来。她好不容易整理好了裤子，这简单的动作却仿佛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让她的贴身衣物都快要被虚汗湿透了。你得好好补补营养了。苏无忌抱着伊莲娜走出了卫生间。伊莲娜轻轻咬着下嘴唇，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都怪自己当初自大玩火，现在把自己坑进去了。当初就不该有戏耍他的心思，否则也不至于那么尴尬了。伊莲娜明显有些懊恼和后悔。接下来的旅程里，她又去了7次卫生间。不过到了后来，俩人已是轻车熟路，伊莲娜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尴尬了，倒是每次都得把熟睡的苏无忌叫醒，让她的心里颇有些过意不去。在南历的这些天，苏无忌基本都是没日没夜的连轴转，白天解决掉敌人，夜里还得解决金奥丽，睡觉的时间很少。至于金明鹤，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一直在打盹。终于飞机到了罗马，一辆由乌尼莫克改装的医疗支援车已经等在门口了。苏无忌把伊莲娜推进了车厢，随后对几个医护人员说道：这是我朋友，麻烦你们多费心了。为首的一名医生笑道：少爷，不用这么客气，为少奶奶服务是我们的分内之事。苏无忌尴尬说道：别乱喊，不是少奶奶就是普通朋友。伊莲娜听着那一声少爷，似乎心情又微微有些复杂。太阳神殿的少爷，碧康集团的少爷，还有也是黑暗世界的少爷吧。他还是想感慨一句，这是怎么投的胎呀？其实人都是慕强的，伊莲娜现在也不太确定自己愿意跟苏无忌走得近，究竟是因为他曾是自己的情敌，还是因为他的显赫家世，又或是因为他愿意奋不顾身地救自己。伊莲娜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功利的人，但确实难以免俗。她又想起了苏赤烟，自己这次跟太阳神殿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跟苏家也绑定得那么深，后续的故事到底会如何发展，还真是让人难以判断呢。起码目前看起来不是坏事。我走呢。苏无忌看着躺在担架床上的伊莲娜，你听医生的话，好好康复，等我忙完手头的事情就来看你。这次麻烦你了。伊莲娜说道。这一刻她又有点恍惚。听医生的话，小时候生病要吃那种很苦的小药片，每当自己不愿意吃药的时候，妈妈也会说这么说，梅根，要听医生的话。一转眼那么多年了，苏无忌没看到伊莲娜眼中一闪而逝的哀伤，他笑着说道：咱俩的关系都那么熟了，就不用说那么客气的话了。他随后对旁边的女护士叮嘱道：我这朋友还不能自己上卫生间，到时候你们多帮一帮。伊莲娜的苍白俏脸已然微热了起来。你什么时候回来？他问道。苏无忌轻笑着说道：忙完了就回来看你。伊莲娜，好注意安全。叮嘱了这一句之后，他轻轻闭上了眼睛，似乎那薄薄的一层眼皮遮住的不仅是眼光，还有无法言说的纷乱思绪。金明鹤站在机场外面，把烟咬在嘴里没点燃，他看着那一辆医疗支援车远去，说道：她真的很漂亮，漂亮的不像话。苏无忌微嘲地说道：怎么？你动心了，要不要我帮你撮合撮合？金明鹤呵呵一笑：巧了，这个伊莲娜正好是我最不喜欢的类型。苏无忌没听出这句话里的深意，嘲讽地笑道：
你这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金明鹤说道。你一次次的英雄救美，那女人的心是已经乱了。苏无忌说道。我对她没有任何特殊想法，身边的女人已经够多了。金明鹤丢给苏无忌一支烟，说道。其实你不用着急去美洲，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你去了会跟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苏无忌呵呵一笑。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确切消息？金明鹤懒得辩驳，他抬手指了指某个方向。都到这儿了，距离黑暗之城也不远了，你这个游侠神殿的暗影天王，难道不去看看？黑暗之城是整个西方黑暗世界的核心之城，位于寒冷的阿尔卑斯山脉之中，堪称黑暗世界成员们心中的耶路撒冷。算了，时间不够。苏无忌说道。我得去买机票，早点去墨西哥。虽然金明鹤说的有些道理，苏无忌也知道自己在没有任何情报的情况下赶去墨西哥不一定能收到效果，还不如让国安的特工们先行调查。但他不早点降落在那个国家，就觉得有些不安心。金明鹤说道。我帮你看过了，从罗马飞往墨西哥城时有2天后才有票。才有票是有票。苏无忌说道。不是每天一架航班吗？金明鹤说道。因为这2天都晚座啊，正是美洲的旅游旺季。怎么去墨西哥旅游的人也这么多？苏无忌摇了摇头，无奈地说道。行吧，那我找个地方打发2天时间。再见。金明鹤笑着招了招手，随后一辆出租车在他的旁边停下来。金明鹤拉门上车，驾驶座上一道电子合成音响起来。很少见到你和别人走得那么近，甚至愿意把你的烟分给别人抽。他算是我朋友了。金明鹤看了驾驶座一眼，淡淡说道。对了，你隐藏的似乎不够好，是有人猜到我们的关系了。在金明鹤说了这句话之后，车厢里陷入了一片沉默。金明鹤见状笑了笑。怎么不说话了？挫败了？司机摇了摇头，说道。我不认为是我隐藏的不太好，肯定是你的问题。金明鹤呵呵一笑，说道。拜托，你用你那并不发达的脑子好好想一想，我什么时候出过纰漏？真是不讲理的生物。司机的电子合成音之中听不出丝毫的感情来。我很讨厌别人说我不讲理，尤其是你这个总是喜欢用各种歪理邪说来解释自己行为的家伙。金明鹤哈哈大笑，他说道。你上次冒充我去见穆千羽，没被他发现吧？那司机说道。怎么可能？那姑娘虽然很不错，但还不至于聪明到这种地步，比我还差了一些。金明鹤摇了摇头。你的自恋让我想起了一个认识不久的年轻人。司机说道。我的自恋都是基于事实。金明鹤大笑，看似话锋突转。我这几天过得很开心。司机直截了当地说道。开心点也好，毕竟你可能也活不了多久了。你那天生的缺陷加上难缠的老伤，地康的生命中心都治不了。金明鹤说道。那可不一定，说不定基因技术会有跨越式的发展呢。在认识了那个小子之后，我现在对未来生活简直充满了期待。很难得看到你的心情那么好，但你不要高兴得太早。电子合成音中似乎带上了一丝讥讽的意味。毕竟理想主义者都死得早。金明鹤看了看司机的后脑勺。我自诩为理想主义者，你自认为是功利主义者，咱们2个不妨比一比，谁能活得更长。前排10几分钟都没有再说话。你在想什么呢？金明鹤问道。
电子音响起，看穿星辰歌者秘密的那个人死了吗？你的思维也太跳跃了。金明鹤说道。是天泉神殿的严坤已经被战神传人打成了重伤，霍丁把他带走了，现如今生死不知。司机说道。原来是他，难怪。严坤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他始终不在我的观察范围内。相比较而言，我其实对战神传人更感兴趣一些。金明鹤指了指后面。我建议你还是多关注一下暗影天王，他可比严坤强得多，上限一定在战神传人之上。你不往后指，我都差点忘记了。司机说道。后备箱里有2个人，他们本来在暗处盯着你的私人飞机，现在已经被我打晕了。金明鹤的表情之中明显有一丝幸灾乐祸的意思。那应该不是盯着我的，哈哈，那小子有麻烦了。司机说道。你都没审他们，怎么知道不是盯着你的？没必要审问，且没必要知道。金明鹤乐呵呵地说道。因为这小子的仇家太多了。从未见过你这么推崇一个人。司机说道。弄得我好奇心越来越重，都想近距离接触他一下了。金明鹤说道。他还会在罗马待2天，你可以好好观察他一下。出租车一个急刹，金明鹤没系安全带，脑袋差点砸在了前排头枕上。你要干什么？司机说道。下车，我现在没心情开车送你了，快点，别耽误时间。金明鹤笑呵呵地摇了摇头。注意安全，别光顾着观察别人，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多谢提醒。司机很不客气地说道。这种毫无意义的提醒，下次没必要再讲。苏无忌离开了机场之后，便去了市中心的一家酒店。他在欧洲的老朋友其实不少，但现在心中装着事儿，也没有心情跟朋友聚会。看了看时间，苏无忌溜达着到了附近的夜店里。苏老板只是要考察一下老外酒吧的生意模式。意大利的夜生活当然比较丰富，这里的姑娘好像变得比以前更加开放了。苏无忌只是坐在吧台旁边，喝了2杯酒，就收到了7个交友的号码。羞羞不可耐。苏无忌把那些写着号码的纸条全都团成了一团，丢进了吧台边的垃圾桶。在舞池对面的卡座里，有一双眼睛始终注视着这里，正是那个开出租的司机。呵呵，真是自恋，我连续找了7个大美女，你一个都不要。司机盯着苏无忌的背影，自言自语说道。我倒要看看你能伪装到什么时候。不过此人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而是抿着酒继续观察，关注一个潜力股的成长，并且稍加出手，调整对方的人生方向，一直是这司机在无聊之时最乐意做的事情。然而这时候，苏无忌看了看手机，忽然间站了起来，快步朝着外面走去。那坐在卡座里的司机也跟着起身，压低了帽檐，继续暗中观察。然而等司机走出酒吧的门，苏无忌已经不见了踪影。越来越有意思了呢。这司机摇了摇头，拿起了手机，一封邮件已经跳了出来。低头看了看，此人的眼睛里闪过了玩味的光芒。银月求援，刚刚换了指挥官，这就开始求援了，丢不丢人？这司机摇了摇头，把手机塞进了口袋，转身走进了罗马的夜色里。此时苏无忌正在狂奔，在他的手机屏幕上正显示着实时定位。就像当初营救许家烟那样，苏无忌此刻要去救另外一个被杜卡罗困住的银月杀手。
他跑过了2条街道，随后站定了脚步，发现自己和一个红点越来越近。即便他站着不动了，那个红点还在不断地接近他，两人的位置一眨眼就快要重合在一起了。苏无忌看向前面，是3、3、2、2的路人。而这时候，仿若有一阵风迎面吹过，一道身影高速冲来，从苏无忌的身边3米处掠过。这一刻，两人的定位重合。由于速度极快，很多路人甚至都没反应过来，他们只是感觉到似乎影子一晃，对方便已经跑出去一大段距离了。紧随其后的是2个身穿黑色紧身战斗服的男人。苏无忌对这身衣服可太熟悉了，杜卡罗的猎杀者。这2人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居然从杜卡罗生死大敌的身边高速冲了过去。而前方的银月杀手明显是个女人，虽然奔跑的速度很快，但明显有些不平衡，似乎一条胳膊不太能甩得起来。这就有点意思了。苏无忌摇了摇头，从腰间抽出了紫色软剑，手腕一抖，这把剑瞬间绷得笔直。他一甩大臂，直接把紫剑像是标枪一样掷了出去。夜色之下，仿若有闪电飙过。一名杜卡罗猎杀者正高速追击着银月杀手呢，身形骤然狠狠一顿。他感觉到小腹之中瞬间充满了清凉，低头一看，一道紫芒已经映入眼帘。在这清凉的感觉出现了1秒之后，剧痛才传了过来。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似乎是被这一把紫剑迅速抽空。紧接着，在这杜卡罗猎杀者的视线里，那一道紫光忽然间消失了，唰，似乎是被人从后面生生抽了出去。这猎杀者的身体狠狠一颤，正要发出惨叫，下一秒，那紫色的剑锋便已经横在了他的喉咙间了。苏无忌的手腕横向一拉，这个猎杀者便直接被割开了喉咙和气管。他的身体歪倒在地上，双手捂着喉咙，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眼神本来充满了惊恐，随后开始渐渐变得涣散。这时候，路人们才开始发出尖叫声：“有人死了，快报警，快报警！”报什么警？先跑再说，肯定是黑手党纷争，我们要离远一点。他刚刚就是在我身边死掉的，我都没有看清楚是谁把他的喉咙给割开的，太可怕了。罗马老城的街道上，此时已是一片混乱。在街道旁边的房顶上，先前那个出现在酒吧里的司机举着望远镜，看着下方的情景，说道：“呵呵，还挺热心。”此刻，苏无忌手持紫色软剑，身形暴起，踩住了旁边的屋顶，纵跨几十米，最后一剑斩落。唰！另一名杜卡罗猎杀者的后背上鲜血陡然飙溅，他的身形随之狠狠一僵。随后一道声音传进了这名猎杀者的耳朵里：“杜卡罗的猎狗，我见多少杀多少。”银月的女杀手此刻已经跑到300米开外了，她终于停下了脚步，气喘吁吁，有些疑惑，因为她感觉到身后追击的压力似乎突然间就消失了。要不是重伤还没恢复，就凭你们几个。她自言自语了一句，可这时候巨大的危险感已经骤然从心底涌出来。轰！一阵强风迎面袭来，不，那不是强风，而是重拳所裹挟的狂暴劲气。这个银月杀手完全无法防御，直接被轰出了近10米，重重摔落在地，又滚了好几圈才停了下来。那一阵劲风消散，
一个黑影在夜色之下缓缓显现而出。他看着被打飞的银月杀手，玩味地冷笑道：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银月晨曦竟然会光临由我坐镇的罗马。晨曦，没错，这次陷入杜卡罗包围圈的就是夏子熙。他来到欧洲，想要调查是谁，想要加害自己的父亲，却没成想和杜卡罗来了个冤家路窄。这次是自己大意了，还用了以前的那一套装扮。如果能熬过今天，得多准备几个面具了。夏子熙艰难地撑起了身子，吐了一口血。他盯着这男人，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是坐镇意大利的6星猎杀者米凯莱，你刚刚那一拳绝对不止6星的级别。米凯莱冷笑着：知道就好，今天你又要变成杜卡罗的俘虏了。说着，他浑身的气势已经缓缓升腾起来。夏子熙的眼睛里有绝望之意一闪而逝，但更多的还是坚毅和不服输。他知道，凭借对方刚刚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今天的自己远不是对手。他攥住了腰间的匕首，摇了摇头道：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被你俘虏的。然而夏子熙的话音未落，一只手便揽住了他的腰，将他扶了起来。一道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别动不动就说死，不吉利。夏子熙完全没想到，在自己最绝望的时候，这个声音竟然会在耳边响起。这一瞬间，他的眼眶瞬间红了，那好看到挑不出任何一丁点瑕疵的眉眼之中，已然盈满了感动。其实，在发出求救信号之后，夏子熙根本就没指望有人能来营救自己，毕竟这次事发太过于突然，就连他自己都没有做好准备。苏无忌摇头说道：你说说你，为了那个老登那么尽心尽力做什么？你为他做了那么多，他却根本不理解，你都不知道。他在我面前提起你就没个好话。夏子熙轻轻一笑，笑容之中带着放松与温柔。你们都已经那么熟了吗？老夏对你说这么多呀。他的下巴上还都是血迹呢，这么一笑，仿若一朵凄艳的玫瑰正在盛开。苏无忌说道：可不是嘛，我现在是他的忘年交，他巴不得把女儿抓紧嫁给我。说到这里，苏无忌止住了话头。老夏的女儿，这不还被自己搂着的吗？夏子熙又轻轻笑了一下。新时代哪有这样包办婚姻的，也不问问他女儿答不答应。说着，他扭头看了一眼苏无忌的侧脸。这个青年完全长在自己的审美点上，偏偏这次还跨越万里的把自己救下，简直跟从天而降的白马王子差不多了。晨曦觉得，这如果不是缘分，什么是缘分？米凯莱盯着这旁若无人聊天的男女，觉得自己被无视了，一股强烈的愤怒感从心头涌出。他面色阴沉，冷冷问道：你是谁？苏无忌说出了自己的标志性台词：我是你爹，你忘了？夏子熙说道：当心，他的实力超过了6星猎杀者。银月晨曦曾经在意大利和周边国家活动过一段时间，把米凯莱的手下搞得非常狼狈，双方之前就有过照面。结果晨曦在把目标成功暗杀之后，从从容容撤离。双方这次遇到，真的算是冤家路窄了。米凯莱盯着苏无忌，冷冷一哼，重拳轰出。轰！气浪裹挟着尘埃，猛烈席卷而来。面对这种凶狠的攻击，苏无忌居然还能腾出空来，反手先把紫色软剑扣在腰间，
随后拳头平平无奇地伸出，和米凯莱的拳头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起。这一刻，米凯莱瞳孔巨震。这个东亚年轻人的动作明明这么简单，但是他却从对方的拳头之上感受到了一股沛然莫遇的强绝力量。一拳过后，米凯莱的身形倒退好几米。他好不容易才站定，看着只是退了一步的苏无忌，说道：“你是？”苏无忌说道：“我都说了我是你爹，怎么听不明白？”盯着苏无忌那张年轻的脸，米凯莱终于做出了猜测。他深吸了一口气，把脖颈前的通讯器一把扯到了嘴边，喊道：“暗影天王现身罗马，暗影天王现身罗马。”说罢，他居然极为果断地飞身撤离了。这家伙的身法极好，仿若一阵风，转眼就没了影子。苏无忌担心这个米凯莱会对陈曦杀个回马枪，因此并未贸然追击。咱们就……他直接把夏子熙抱了起来，迅速消失在了夜色里。那个司机站在房顶上，远远看着此景，想了想，并未继续盯着苏无忌，而是朝着米凯莱消失的方向追去。此人的速度极快，几个看似轻飘飘的起落，就已经飘进了夜色深处。巧合的是，夏子熙居然和苏无忌住在同一家酒店。你住几楼？9楼9102。夏子熙答道。咱俩还挺默契啊，居然还住在同一楼层。苏无忌笑呵呵地说道。夏子熙抿抿嘴，点点头，唇角已然牵扯出了微笑的曲线。简简单单的一个表情，却是无比的动人。苏无忌背着他一路进了电梯，夏子熙只能装作醉酒，趴在身前男人的肩头，长发散乱地披下来，不然的话，他脸上的血迹就要被服务生看到了。苏无忌走到了夏子熙的房门口，便直接伸手往后一摸，从对方的裤子口袋里掏出了房卡。夏子熙没说什么，那沾染了血迹的绝美俏脸却已然热了起来。苏无忌刚刚伸手进入他裤兜的动作，距离关键部位实在是有些太近了，隔着裤兜那一层薄薄的布料，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感觉出什么异样。不就是个掏房卡的动作吗？纯洁的苏无忌还真没多想。他刷卡进门，把夏子熙轻轻放在了沙发上，对方用纸掩住口鼻，重重地咳嗽了2声，纸巾瞬间便被染红了。苏无忌说道：“米凯莱那一拳给你造成的伤势应该不轻，要不要去医院？”夏子熙抚了抚胸口，摇了摇头：“不用，就是震荡引起的内伤，这些年其实习惯了。”他有伤未愈，战斗力虽然大受影响，但是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防御力还在，和伊莲娜的极度虚弱状态并不一样。要是换作普通人，挨了米凯莱那一拳，估计就当场丧命了。今天晚上我就在这里打地铺了。苏无忌说道。你同意吗？夏子熙说道。我当然同意啊。他站起来说道。我想去洗澡，身上简直脏死了。苏无忌说道。你的心够大的，不怕洗澡的时候杜卡罗的猎狗们闻着味儿找过来？当然不怕，这不是有你在吗？夏子熙说道。他单手找出了换洗衣物，拿着进了浴室。夏子熙当然知道，这时候洗澡不是个好选择，但是他实在不想在苏无忌面前表现出一副脏兮兮、乱糟糟的样子。当哗啦啦的水声响起的时候，苏无忌打了个电话，简单的布置了几句。
这里距离阿尔卑斯山不算太远，那么距离游侠神殿的总部自然也不远了。米凯莱能够呼叫支援，暗影天王大人自然也是一样。夏子熙洗完了澡，穿着睡裙走了出来。这睡裙里面还有贴身衣物，裙摆也足够长，并没有流出任何的春光，只有胳膊和小腿暴露在外，但是偏偏让这房间里的温度随之上升了不少。夏子熙穿着这睡裙，透着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来，而这种感觉充斥在面积不大的酒店房间里，配上那雪白细腻的肌肤，就转换成了暧昧旖旎的氛围。看到苏无忌的目光一直落在自己的身上，夏子熙的俏脸微微一红，佯装淡定地说道：早知道就开个双人间了。苏无忌笑道：大床房也是双人间。夏子熙看了看床，犹豫了一下，这能睡2个人的。苏无忌直接在沙发上躺下来。算了，你长得那么漂亮，我对我的定力可没有什么自信，万一半睡半醒之间把你给那什么了，你到时候可是哭都来不及。夏子熙歪头一笑，半开玩笑地说道：不见得会哭。苏无忌看着这笑容，心脏砰砰直跳。夏子熙玩了一下头发，在苏无忌的身边坐下来，馨香的气息已经钻入了后者的鼻尖了。即便他没有做出任何撩人的动作，这样的夜晚靠得那么近，就已经足够撩人心弦了。苏无忌咳嗽了2声，正想说些什么，这时候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一看来电，他的表情开始变得有些怪异。夏子熙弯腰凑过去，看了看手机屏幕，表情一瞬间也开始变得不自然了起来。打电话来的竟是夏红镇，意大利和华夏有着6小时的时差呢。你爸这大半夜的不睡觉骚扰我干什么的？苏无忌说道。夏子熙又开了句玩笑，说不定是要来说媒，要把他那不成器的女儿嫁给你。苏无忌呵呵一笑，我倒要看看这老登耍什么花样。他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回拨了个视频过去。夏子熙的心一慌，连忙往旁边坐了坐，躲到了镜头之外。苏无忌哈哈一笑，放心，我不拍你。夏红镇接通了视频通话，但他明显不适应这样打视频，尤其是跟一个年轻男人，表情看似有些不太自然。苏无忌看了看对方的穿着和背景，立刻问道：老夏，你这还在办公室呢？加班很正常。夏红镇说道。他甚至还穿着制服。的确，连夜加班对于警察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哪怕夏红镇已经站到了这个行业的最高处，也依旧如此。从南丽回国之后，夏红镇甚至都没来得及回家，跟顶头上司汇报了之后，又连夜开会讨论。毕竟他在南丽的惊魂遭遇实在是非同小可，而刘伯果的暴毙也为这一系列案子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苏无忌说道。你回国了吗？夏红镇问道。苏无忌说道。没有啊，我最近有事要忙，没空回去。夏红镇。忙什么事儿？问那么多查我。那么多查我。苏无忌调转了镜头，照了一下旁边夏子熙的光洁小腿。你说我在忙什么？夏子熙没想到苏无忌快照自己，本能地缩了一下腿。夏红镇的表情微微有些变化，问道：女朋友？苏无忌摇摇头。还不算啊。夏红镇。那就好。苏无忌。老夏，你几个意思？咒我单身啊？你什么时候回国？来我家里吃个饭。
夏红振说道。这事儿一定得记得。苏无忌有点愕然。你这遭遇了枪击没2天呢，这大半夜的打电话给我就是为了说这事儿。夏红振说道。在国外多注意安全。叮嘱了这一句之后，他便挂断了电话。你说说你爸这脑子是不是有病？苏无忌直接吐槽道。夏子熙揉了揉太阳穴，说道：你刚刚用镜头拍我腿，万一被他发现了怎么办？这时候他的手机也响起来了，居然又是夏红振打来的。夏子熙犹豫了一下没接，第二遍铃声接着响起。快接吧。苏无忌说道。他要是敢批评你，我就帮你怼回去。应该没事。夏子熙接通了之后，便听到老爸的声音沉沉传来。在灵州。夏子熙说道。爸，我这2天有事，来了一趟欧洲呢。老夏的声音发沉。天天不务正业，满世界乱跑什么，又去折腾咖啡豆了。夏子熙当然不能解释。夏红振问道。一个人去的？是的。夏子熙说道。夏红振沉沉说道。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和男朋友一起。苏无忌对夏子熙无声地做了个口型。他在诈你？夏红振听到女儿不讲话，于是说道。被我说中了，是不是？夏子熙看了苏无忌一眼，微笑道：爸，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这件事，他人挺好的，你要不要见一见？夏红振可没心情听这些，直接打断：让他滚。苏无忌和陈曦之间其实还远没到男女朋友的程度，现在的他们虽然共处一室，可严格来讲，两人甚至连暧昧的互动都几乎没有。但是夏子熙用苏无忌来冒充男朋友，偏偏就那么顺其自然，两人也都并未觉得有任何的尴尬和不对劲。老夏实在是太粗暴了，真不是个好爹。苏无忌说道。相比较而言，自己的老爸简直甩开夏红振不知道多少条街了。夏子熙的心情其实还不算差，幸亏刚才旁边是你。在庆幸之余想了想，他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如果他真的和别人谈了恋爱，父亲却仍旧是这种态度的话，那也太让人绝望了。老爸这么强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夏子熙想必真的受了很多委屈。在工作上，夏红振相当出色，但在父女关系上，他甚至称不上合格。我都习惯了，没事的。夏子熙轻轻摇了摇头，眼眸间有着一抹淡淡的怅惘。时间不早了，你快睡觉吧。苏无忌说着，随手拍了拍对方那光洁的肩膀，以示安慰。这皮肤真是细腻软滑。其实你睡床，我睡沙发也行的。夏子熙说道。你少来客套，别忘了自己伤员的身份。苏无忌不由分说，直接来了个公主抱，把银月的主力杀手抱上了床。夏子熙双颊微热，看着近在咫尺的侧脸，你真的很体贴。苏无忌把她轻轻放下，往下扯了扯裙摆，盖上了被子。夏子熙被照顾得很到位，但此刻却没有什么睡意。我们聊聊天吧，他问道。聊什么？苏无忌笑道。聊你的感情史吗？夏子熙轻笑道。那就没得聊了。从小我爸爸管得太严了，我没有任何感情史。要是非要聊这个话题，咱们只能聊一聊你和那些姑娘们的过去了。苏无忌大言不惭地说道。我过去的故事太多，真不知道该从哪一段先说起呢。夏子熙很想多聊一会儿，
那就从学生时代开始讲起吧。苏无忌咳嗽了一声。你确定要听吗？夏子熙看到他这么犹豫，顿时更感兴趣了，轻笑着说道：很难以启齿吗？苏无忌的表情有些艰难。说来话长，那个他叫卓灵雨。此时伊莲娜已经身处欧洲毕康的生命科学中心，有苏无忌这一层关系在，她自然住进了最好的病房。这哪里是病房，简直像是一套疗养院里的小别墅，依山傍水，环境极好。伊莲娜身为月神，对普通的别墅自然不感冒，但这儿可这是炙手可热的毕康生命中心，放眼欧洲，不放眼世界，不知道有多少权贵在生命垂危之时，都想着来欧洲毕康生命中心续一续命。然而在生命面前，毕康一视同仁，只要病房满了，哪怕那些地位再尊崇的人也别想住得进来。纵使你地位极高，权柄极重，可是到了最后关头，毕康能掌握你的生命。所以此刻对于伊莲娜而言，有着很强的不真实感。毕竟如果她到了重病缠身的那一天，即便亮出月神的身份来，毕康也不可能为了他这个黑暗世界天神而特地网开一面。伊莲娜的客厅里有着诸多检测仪器，但卧室里却是只有一张大床和双人沙发，充满了柔软舒适的居家感觉。虽然身体很虚弱，但她此刻并未有什么睡意，脑海之中不受控制地冒出很多画面，全是苏无忌今天在飞机上抱着自己上卫生间的情景。金明鹤的判断没错，他的心似乎有些乱了。就在这个时候，卧室门打开了一条缝，一道娇媚的声音响起：嗨，我亲爱的姐姐，我就知道你会来。伊莲娜说道。来者正是苏珊娜。在伊莲娜没有坐镇月影神殿的这段时间里，看似面首实为表妹的苏珊娜承担起了整个神殿的管理任务，而且还算尽职尽责。表姐，高海峰大哥都已经把你受伤的消息告诉我了，把我急死了，你偏偏还不和我联系。苏珊娜说道。我安排了许多人在欧洲的每个机场盯着，一旦有从南离回来的飞机，就立刻汇报给我。说到这儿，他似乎有些疑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我安排在罗马机场的2个人失联了。苏珊娜也没想太多，说着脱去了大衣，露出了里面的紧身低胸针织衫。那一件衣服很薄，美好的曲线显现无疑，尤其是那一股成熟的女人味儿，简直要满地溢出来了。于是没开灯的房间里多了一抹白光，皎洁程度甚至胜过窗外的月色。伊莲娜看了看，摇了摇头。衣服的胸口这么低，你不冷吗？此时欧洲的温度可比南离低多了。我这不是为了和暗影天王来一场邂逅吗？苏珊娜说道。据说男人都喜欢我这种类型，因为他们从出生之后的第一个本能动作是哭泣，第二个动作就是找奶吃。伊莲娜问道。你为什么要和他邂逅？苏珊娜愣住了。我的好姐姐，不是你在莫桑科罗岛上对我下的命令，让我去勾引苏无忌，替你报夺妻之仇的吗？伊莲娜。胡说，我当时同意了。苏珊娜。你也没不同意啊。我不记得了。伊莲娜面无表情地说道。就算我同意过，这个任务也就地取消，你不要再提勾引他的事情了。苏珊娜。姐姐，你耍赖啊。伊莲娜冷冷说道。
我怎么可能下达过这么下作无耻的命令？苏珊娜撅了撅嘴，人甚至不能共情1个月之前的自己。伊莲娜并未继续这个话题，而是问道：最近神殿的情况怎么样？苏珊娜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引得白光一阵晃荡。你放心，有我这堂堂的第一神位坐镇，那些想要落井下石的家伙都被打得落花流水。伊莲娜又问道：艾斯戴尔呢？苏珊娜摊了摊手：谁在意他？可能回家了吧。伊莲娜问道：回威尼斯了。苏珊娜双手抱胸，看了看自己的表姐：你还这么在意他？伊莲娜轻轻说道：他不在罗马就好。这时候苏珊娜像是刚刚想起了什么，打了个响指：快进来，给我姐姐看一看。卧室门被打开，2个盘量条顺的年轻女人走了进来。苏珊娜打开了灯，说道：姐姐，你看看这怎么样？2个女人皆是很漂亮，都是堪比超模的身材，看起来不超过25岁。即便是以苏无忌对美女的挑剔眼光，这综合得分也能达到90分以上了。伊莲娜微微皱眉：你这是干什么？当然是让他们来照顾你了。苏珊娜眨了一下眼睛，凑到了伊莲娜的耳边，轻声说道：全都是你喜欢的类型，我看每一个都能取代艾斯戴尔。伊莲娜只是扫了一眼那2个年轻姑娘，便兴致缺缺地挪开了目光。她冷淡地说道：这里有最专业的护工，用不着他们来照顾。姐姐，你这是怎么了？苏珊娜吃惊地说道，口味变了，不喜欢这种身材的了。伊莲娜没吭声。苏珊娜说道：你要是真的不喜欢这一款，要不我给你找2个胖一点的坦克来。你们都走吧，我要休息了。伊莲娜下了逐客令，随后直接闭上了眼睛。真不要啊！苏珊娜看到姐姐没回答，只能无奈地把2个极品妹子拉走了。她一边走还一边很不解地说道：怎么这变化这么突然，不正常，这绝对不正常。伊莲娜独自一人躺在房间里，竟是罕见地感觉到了孤单在心中悄然蔓延，轻轻摇了摇头，自言自语：梅根，你怎么变了？到底因为什么而变了？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女儿家的心事。就在伊莲娜感觉到微微寂寞的时候，苏无忌还在酒店房间里和夏子熙聊天。好不容易聊完了卓灵雨，他问道：你什么时候回国啊？我本来订的是明天的机票。夏子熙说道。你要在罗马留几天？苏无忌说道。我大后天去墨西哥。夏子熙立刻拿出了手机，此时关了灯，他那绝美的俏脸被手机屏幕的灯光映着，颇有氛围感。苏无忌说道：你在干什么呢？夏子熙轻声道：改签机票。苏无忌倒也没拒绝，毕竟有这么一个大美女陪着，自己也不会感觉到寂寞。唯一的缺点是杜卡罗会闻着味儿找过来。他觉得如果自己是杜卡罗的决策者，绝对会今夜就动手，根本不可能拖到明天早晨。搞定，后天离开。夏子熙把手机放到一边，说道：比你提前1天走。行，到时候我送你去机场。苏无忌说道。对了，银月的星愿指挥官你见过吗？夏子熙摇了摇头，没有。他这次来到欧洲，本想和对方在隐藏彼此面容的情况下见个面的，但是
这位未央比上一任指挥官雪人还要神秘，声称自己最近不在欧洲，直接推掉了见面。新官上任3把火，也不知道银月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大动作。苏无忌说道。他对那个未央很感兴趣，说不清为什么，苏无忌总觉得对方不简单，很想看到这位新任指挥官会不会一把火烧了杜卡罗。夏子熙像是想起来什么，说道：对了，我这次发出了求救信号，未央也许会主动联系我了。苏无忌说道：那最好，趁着我这2天在欧洲，咱们和未央联手，关门打狗。几分钟之后，夏子熙的手机便响了起来，是个完全陌生的号码。他立刻接通，同时打开了免提。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晨曦，你好，我是未央，